1938年3月20号，徐州会战进入了最关键的时刻。侵华日军第10师团占领藤县后，继续沿津浦路南下，其目的是一举攻克国民政府第5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江苏徐州。日军此次进攻调动了4万余人，在飞机、坦克、火炮的支援下，进攻速度极快。藤县距徐州不过几百里地。 日军眼看就要打到李宗仁的指挥部门口了。此时，国民政府第5战区主力部队汤恩伯的第52军、85军就在徐州以北集结，正面挡着日军南下的道路。正当人们认为李宗仁肯定会命令这些部队坚守阵地、顽强抵抗的时候，第5战区司令部却发布了一道让人费解的命令。 令汤恩伯军团让开津浦路正面，向西北方向转进，放日军继续南下。李宗仁主动撤开部队，让日军南下，这让人看起来很难理解。想当初呢，为了拖住日军南下的速度，李宗仁他调来了川军1122师，在藤县阻击日军。就是这支草鞋加步枪的川军部队。 阻击占据绝大优势的日军长达4天，全师伤亡5000多人，师长王明章将军呢也战死藤县。日军虽然是占领了藤县，但是呢损失也非常的大，死伤达到了3000多人。按理说呢，李宗仁应该继续派兵阻击日军，可这时候为什么偏偏又把部队撤下来，放日军南下呢？难道说藤县那些将士们的血就白流了？ 藤县虽然失守了，但是这个时候，藤县的保卫战，为此后津浦路北段，尤其是徐州以北的阻击战，已经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主要的指标就是汤恩伯军团的主力，52军、85军，啊，第2师、第25师、第4师、第89师这几个主力师已经全部到位，集结到了津浦路的沿线。那么在官桥啊、以北啊、临城啊这一带已经集结完毕。那么当时也曾经有一种考虑，就是李宗仁这个时候用这个汤恩伯军团沿线设防，是完全可以挡住日军的，可以挡一挡的。他是有继续抗击日军沿津浦路进攻这个条件的。但是李宗仁这个时候为什么反倒下令放开津浦路正面？因为这时候李宗仁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一个构想，想打一个用他自己的话讲不大不小的胜仗。 此时的李宗仁已经不是初到徐州，对战情敌情都不是很了解的那个第5战区司令长官了。在他的指挥下，第5战区已经在淮河北岸、临沂、济宁、藤县等地连续与日军多次激战。日军此次进攻徐州的总体计划已经被李宗仁完全掌握。根据他的判断，日军此次进攻徐州。 无非是南北对进、东西夹击的老套路。南路日军第13师团从南京出发进攻淮河防线，北路日军分为2个集团，右路第5师团以交际线为依托进攻临沂，左路日军沿津浦路南下进攻藤县。最终，3路日军在徐州会合，合为第5战区全部主力。日军的算盘固然打得精明。 但是经过数月的战斗，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淮北阻击战，南路日军给挡住了。虽然没有击退，但是被挡在淮河以南了，他肯定是过不来了，打掉一路了。那么北线的这2个师团，临沂保卫战，临沂大捷中，张自忠将军率部组织反击，把进攻临沂的东路日军的板垣师团击退了，给打回去了。 那么等于3路围攻的日军已经被打掉了2路，是，从态势上，剩下这一路，那就可能变成孤军冒进之敌了。是，这是从态势上考虑，从信心上考虑。那么我们刚才讲这个徐州保卫战开始之前，这个中国军队真是打得已经没有信心了，打一仗败一仗，打一仗败一仗，守又守不住，攻又攻不下。淞沪会战那种仗，中央军嫡系7、80万人，最后都打不下来。但是这个时候。 经历了刚才我们讲淮北阻击战的胜利，临沂保卫战的大捷，信心拿出来了。关键是有思路了，啊，这个事儿难不怕，咱们得办事得有个思路，知道该怎么打了。李宗仁的计划
是在打退日军两路进攻之后，大胆放日军第10师团南下，形成孤军冒进之势，然后调集精锐主力，将其合围于徐州以北，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因此，他才命令汤恩伯军团放过日军主力，待其通过后，在日军侧背埋伏，等待战机。与此同时，日军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似乎闻到了一丝不祥的气息。矶谷廉介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同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同样出身于关东军，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急先锋。他深知李宗仁的厉害，为了防范可能的反击，他命令日军放慢进攻脚步，兵分2路发起进攻。这个矶谷廉介呢，他号称是当年侵华日军当中的4大中国通之一，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还担任过日本驻华武官。他总觉得呢，自己非常熟悉中国，精通《孙子兵法》，一直想和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较量一番。那么现在，机会来了。这矶谷廉介啊，他挺狡猾的，在占领藤县之后呢，他并没有把全部的兵力都南下进攻徐州，而是兵分2路，一方面派出一个旅团，也就是这个赖谷支队，沿着津浦铁路南下，直扑徐州。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派遣剩余的兵力沿着这个微山湖以西行进企图掩护赖谷支队进攻徐州。从日军的再次分兵可以感觉到，这矶谷廉介那可是真够狂妄的。可是你也不想想，原来你们是3路围攻徐州，现在其他2路日军都被打掉了，就剩下你矶谷廉介的第10师团了，你还敢分兵？你真当中国军队好欺负啊！面对日军分兵的情况，李宗仁下令活动在日军侧翼的第3集团军集中力量，阻击微山湖以西的日军。经过一番激战，此路日军被中国军队牢牢挡住，无法前进。现在，摆在第5战区数10万精锐之师面前的，就只有日军第10师团赖谷支队这一支孤军了。李宗仁他作为战区统帅啊，我觉得他作为战区的司令长官，他脑子是非常清醒的。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一域。虽然我关注战场比如说淮北紧张的时候，我重点关注淮北；临沂紧张的时候，我重点关注临沂；那么藤县紧张的时候，我关注藤县。但是他的眼光，他的思路始终在考虑整个徐州会战大保卫战的全局，保卫大徐州的全局。那么这个时候，他已经考虑到这样一个设想，那就是态势已经对我相对来讲比较有利了。3路日军打掉了1路，就剩这一个矶谷师团。当时矶谷师团是兵分2路，一路一个支队，就是他的一个旅团呐，就是这个赖谷支队是沿着这个津浦路是南下的，这是1半的兵力。另外1半兵力当时已经强渡大运河，到运河以西，是准备在运河以西，就是微山湖以西，跟这个沿津浦路这一支部队并行南下，保障他的侧翼。他左边那个第5师团已经被打跑了，是右翼总得有一支部队保障一下吧。他本身这个师团也是兵分2路南下的，那么他的右边就是微山湖以西、津浦路、大运河以西的那支部队，这个时候韩复榘被杀掉了，韩复榘的部队还在。那么这支第3集团军的部队经过重新整编这个整训之后，部队还是西北军的部队还是很能打仗的。是这个总司令虽然被杀了，虽然从感情上有点过不去，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到了为国难、为国赴难的时候了。那支部队当时在这个鲁西南，就是大运河以西，正好是日军矶谷师团另一路进攻的方向，被他们挡住了。济宁文上还组织了反击战，把日军又给打回去了。等于是日军这个矶谷师团，本来是3路日军已经打掉2路了，就剩下的1路，他兵分2路，又给他打掉一阵，他的左右2翼已经完全暴露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剩下沿津浦路南下这一个所谓那个赖谷支队一个旅团。那么李宗仁就想，我具备了条件了，我可以放他冒进一下了，让他孤军深入一下了，让他沿津浦路南下，南边没有接应的，右边让我打跑了，左边让我给打跑了。你这一路南下，我不是就有战机了吗？李宗仁就从这个角度考虑，所以主动命令汤恩伯军团放开津浦路正面，退到津浦路以东。那么这个云谷这个山区抱犊固这一带，在山区集中兵力，把兵力集中起来，隐蔽待机。在这种情况下，
日军也做出了相应的战术调整。赖谷支队在离开藤县之后，并没有向南直接进攻徐州，而是将主力调头向东，占领枣庄。这个调动看起来无足轻重，实际上正是日军为避免陷入中国军队的包围而采取的侧翼迂回行动。表面上看，过了大运河就是徐州，但是这个时候，日军的态势已经是相当的危险了。我们看到这个津浦铁路，到大运河、到韩庄、到徐州以北，它几乎已经靠近了微山湖的湖边。离微山湖是越来越近，到韩庄这个地方几乎就已经靠在湖边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日军沿津浦路南下进攻的日军，它是在背水行军。那么，如果说离微山湖以西，离这微山湖还有一段距离，他认为自己还有一个纵深，万一遭到中国军队侧击，他还有路可退。是，但是打到韩庄这地方，旁边就是水了，东面全是中国军队，西边是微山湖。如果中国军队横着打过来，由东向西打过来，他是要背水作战。那么他是很可能被我们拦腰斩成几段，要赶进湖里喂鱼的。暗淡的刀光剑影掩不住战争的残酷和血腥，远去的鼓角争鸣诉说着英雄的传奇与光荣。危机时刻尽显英雄本色，12万中国军人击溃日本最精锐部队，聆听真实历史，再现战场传奇。传奇中国特邀军事专家房兵，以新的视点、新的资料，带您重回那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人生自有境界不同，华灯初上，喧嚣渐隐，意兴阑珊。纪录片栏目《传奇中国》，璀璨呈现。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在占领枣庄之后呢，矶谷联介再次调整进攻方向，全军南下，矛头直指哪儿？直指台儿庄。那么这个台儿庄呢，它是徐州的门户，也是保卫徐州的最后的一道屏障了。台儿庄位于枣庄的南部，地处徐州东北30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北岸。这个地方呢，它北连京府路，南接陇海县，这么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矶谷联介他非常明白。对手李宗仁绝对不会轻易的就让他占据的，在这个地方必定有一场血战。但这一战又不得不打。矶谷联介悲哀地发现，他被对手牵着鼻子进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只有拿下台儿庄，他的部队才有可能摆脱困境。那么矶谷联介他究竟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处境？他又是怎么去应对的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台儿庄之于徐州的关系，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讲的徐州保卫战之于武汉保卫战的关系。那么徐州就是处在武汉保卫战武汉的东北这个方向的重要屏障。日军沿平汉铁路进攻武汉，我徐州威胁你；日军沿长江进攻武汉，我徐州仍然威胁你。所以日军为什么在进攻武汉之前要先攻徐州？就是因为徐州是在武汉保卫战这两个主要进攻方向，而台儿庄之于徐州道理是一样的。台儿庄对于徐州的位置也同样是处于日军进攻徐州的这个夹角的角平分线上，同样威胁到日军进攻徐州的两个主要的方向，是日军必须除掉的一个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搬开的一个绊脚石。拿不下台儿庄，日军想攻徐州谈何容易？日军进犯台儿庄，其战略意图显露无遗。敌必攻，则我必守。台儿庄的防御作战一时成为整个徐州战局的重点。值此生死存亡之际，李宗仁又将派出哪支部队防守台儿庄呢？李宗仁非常清楚台儿庄的重要性，在他的计划中，能否围歼孤军冒进的日军赖谷支队，关键就是要先在台儿庄地区挡住日军进攻的锋芒。那么派谁去担任防守台儿庄的重任，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战略决策。
几经考虑，李宗仁选择了第2集团军担任防守台儿庄的任务。该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也因为在防守台儿庄一战中的出色表现，日后获得了一个响当当的称号——孙刚头。这个孙连仲呢，他是抗战期间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一员胡将了。他的第2集团军打仗没得说，战斗力非常的强悍。但是这个孙连仲呢，他有个小毛病，喜欢保存实力。他信奉谁手里的枪多，谁就是草头王。那么现在李宗仁命令孙连仲死守台儿庄，这明显就是一场消耗战。而且往大了说呢，打胜了是李宗仁的功劳，这是指挥有方；打输了，就是孙连仲的罪过了，这是防守不力。大敌当前，决战之地，李宗仁为什么会选择喜欢保存实力的孙连仲来守这个台儿庄呢？这个孙连仲所谓在国民党军队这个派系中，一向以保存实力著称啊。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值得认真的分析。他什么时候保存实力？内战的期间。内战的时候谁不保存实力？军阀混战的时候谁不保存实力？那么在剿共的时候，他这个中央军催着这些地方军、这些杂牌部队去剿共的时候，谁不保存实力？谁不知道你蒋介石是一箭双雕啊？既要消灭红军，又要消耗这些地方派系，他保存实力太正常了。但是，抗战开始以来，我们看到孙连仲这支部队，他不再保存实力。孙连仲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在抗日战争初期，西北军系统里涌现了很多的抗日名将，诸如张自忠等都是西北军宿将。此前，在保卫华北的战斗中，孙连仲身为第2集团军副司令，参与了著名的娘子关抗战。在这场战役中，第2集团军损失惨重，2个师基本丧失战斗能力，被迫后撤。这次，在徐州战场上，第2集团军又将担负起关键地域的防守任务。他本来这个第2集团军他是副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原来是谁？是刘峙，那是中央军嫡系的将领。那刘峙在这场战争，这个华北保卫战中得了一个特别好听的绰号，长跑将军，不是长短的长，是经常的长，长跑将军。刘峙跑了，部队中央军溃了，找不着人了。最后为什么他当第2集团军总司令？就他的西北军还在这盯着打。就他这几个所谓的这个30军呐、42军这几个主力师，这个老西北军的一些部队还在那打，损失非常惨重，但一直定在这没撤。那么这时候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整补，被调入李宗仁第5战区的时候，派他去守台儿庄，应该是一个必然选择。而且大家都知道，西北军善守，啊，西北军打防御战能力是非常强的，能够4打硬拼。这个时候，孙连仲手里是有3个师加1个独立旅。而且都是很能打的部队。那么这些部队，冯玉祥这个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把他在决战的关头放到决战的地点大运河北岸的台儿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在中国，什么是传奇？是主宰命运的英雄，是天地变色的瞬间，是无法磨灭的记忆。是令人神往的秘境。寻找最佳角度，延长你的视线。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下辖第30军和第42军，这2个军加起来共有第30师、31师、27师3个师，另1个旅，总兵力大约2万余人。与中央军相比，作为杂牌部队的第2集团军，不仅人员缺编较大，而且武器装备均很落后。李宗仁掌管第5战区之后，多次向国民党中央要求对第2集团军进行补给，但是直到台儿庄会战之前，第2集团军依然处于缺人少枪的境地。究其原因，正是国民政府对这支部队存有防范之心。国民党政府对第2集团军心存防范，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这是一支杂牌部队，而且这支杂牌部队呢，屡次3番的让蒋介石下不了台。早些年呢，在中原大战期间，这支隶属于冯玉祥的部队呢，就打得蒋介石的中央军是鸡飞狗跳、狼狈不堪。那么后来呢，被蒋介石收编了。
蒋介石怀恨在心啊，您不是很能打吗？去，到江西和红军打去。蒋介石本想借红军之手呢，消耗掉这支部队，没想到这支部队让蒋介石再度暴跳如雷。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蒋介石那么生气呢？第二集团军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咱们接着往下看。先说那2个师，30师和31师。这俩师原来不是孙连仲的部队。这2个师原来的老长官，我一说名字，恐怕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吉鸿昌将军。那么吉鸿昌大家知道也是西北军中的高级将领，但是最后在剿共的战场上派到鄂豫皖去剿红四方面军去。那个时候外敌入侵，日本已经马上要发动9·18事变，侵略东北，你还不让我去抗战，让我打内战？吉鸿昌将军思想是非常激进的啊，就不愿意打内战，就要反蒋，就要准备反蒋，要准备抗日。甚至当时已经被在一个围剿红四方面军的过程中，自己都到苏区去过，跟红军高级将领都交流过，就准备我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事不凑巧，事儿做的不太机密，被蒋介石给发现了。在1931年的9月，就是日军发动9·18事变的前后。那么这个吉鸿昌将军，他当时是22路军总指挥嘛，就是这2个师，30师和31师。由于事情败露，被蒋介石察觉，蒋介石好不是马上拿掉兵权，拿掉吉鸿昌将军的兵权，你出洋考察，实际上就是废了，流放出去了。这2支部队马上改编，22路军撤销，缩编成现在我们讲的30军，那么马上推上剿共的第一线战场，你给我消耗去，当炮灰去，啊！那么此后吉鸿昌将军被迫出洋之后，这个师组成的30军连续2任军长，啊，也就是吉鸿昌将军2任继任者，一个被撤职，一个被枪毙，都是因为剿共不力，甚至说是通共，私通共党。如果说由30师和31师组成的第30军是由于吉鸿昌将军的原因而招致猜忌的话，那么相邻的第42军就更加值得怀疑了。这个军原本该由第25师与第27师2个师组成，但是在抗战爆发之前，这个军内部就只剩下了第27师1支部队。那么这时候25师到哪里去了呢？这支部队消失，与另外一个10年内战的过程中，我们这个红军战史上一次非常有名的事件，1931年还是1931年12月的著名的宁都起义又连在了一起。我们都知道中央红军啊，最早的红1军团，这是这个朱毛带出来的。紧接着彭德怀有红3军团，中央红军的第3个军团就是红5军团。红5军团就是宁都起义诞生的，而宁都起义就是25师，就是当时也是同样被推向剿共。那个吉鸿昌的22路军是去剿4方面军，这个26路军孙连仲是去剿1方面，就是中央苏区嘛。25师、26、27师当时在前线属于休整的时候，趁孙连仲不在，这个长官不在的时候，那么26路军的参谋长赵波生，中共地下党员；25师的2个主要旅长，74旅旅长季振同，75旅的旅长董振堂（括号中共地下党员）。那么26路军的参谋长加上这个师的2个主要的旅长，发动了17000余人的宁都暴动，后来我们讲宁都起义。25师全部拉走，27师也被拉走了一部分，17000多人参加红军呐。这应该说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体参加红军。同一支部队连续出现所谓通共事件，短短几年之间，从集团军司令到军长、师长，走马灯一般换了几轮，全军1半以上的兵力甚至在剿共前线集体暴动。因为这些原因，国民政府不可能信任这支部队，因此，无论第2集团军在孙连仲的指挥下取得什么样的战绩，赢得什么样的胜利，国民政府都不愿意为这支部队进行补给。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支长着反骨的军队。剩下那些部队，这蒋介石就急了眼了，马上就跟孙连仲拍了桌子：“你这个部队怎么回事啊？那吉鸿昌那儿我刚按住，9月份刚把他逼走，你这儿马上要出这事儿，人家要动还没动，你这部队让人拉走了，给这个共匪红军增加了1个军团，你赶紧回去整顿部队去。”马上回去，25师已经没有了，番号被人家撤掉了，27师剩下的部队
把那些其他的一些这个直属部队编进去，重新补足了27师的建制。这个师的老师长马上也被撤了职，由孙连仲直接兼任。那么这个师遭到了彻底的清洗、彻底的整理。但是，还是那句话，深受影响啊！两个师那个师拉走了，我们这支部队也走了，人家最后北上抗日去了，我们还在这儿打内战，憋屈啊，不愿意干呐，当炮灰啊。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第2集团军成立，这支长着反骨的军队终于迎来了自己真正的敌人。在华北抗战结束之后，孙连仲带领第2集团军进入第5战区，当面向李宗仁表达了希望能担负重大作战任务的决心。因此，在日军进攻台儿庄、战局极其紧张的时刻，李宗仁将防守台儿庄的任务交给了这支经历极为复杂的军队。在徐州保卫战的关键时刻，孙连仲的这个第2集团军这3个主力师，吉鸿昌留下的2个师，自己原来高树勋留下的1个师，这3个师终于走上了梦寐已久的抗日战争的战场，再不用打内战了，我可以打鬼子了。西北军又善守，那么这样3个主力西北军可以说最能打的3个主力师拉到台儿庄来死守台儿庄，你李宗仁、李长官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那么这些部队放到台儿庄，最后打出一个台儿庄大捷，我想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因素，它有这样的来历，有这样的出身，所以就必然有这样的辉煌的结果。一句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面对猖狂进攻的日军，第2集团军上下都做好了决死一战的准备。他们要在台儿庄一带呢，顶住日军的攻势，为其他部队合围日军创造有利的条件。而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当中呢，第2集团军必将遭受重大损失，很多士兵将长眠在这片土地之上。抗日战争当中最激烈的战斗之一——台儿庄血战，即将拉开帷幕。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传奇中国》，我是大威，再见。